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今天我们来做最简单的白馒头，主要分享如何不用压面机，不用翻来覆去的揉面到切面没有气孔，也不用分割成小剂子去使劲揉个100下，不用呛面粉，也照样做出不回缩、松软又嚼劲的白馒头。非常快手，我喜欢每次做5-6个，10分钟不到就可以搞定。5克白砂糖和2克酵母混合均匀，倒入总水量105克中的一部分，搅拌均匀备用。2克泡打粉加入200克面粉中混合均匀。酵母、白糖、泡打粉是埋头好吃的必备3件套。慢慢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到棉絮状。酵母也可以和全部的水混合加入，少量水溶解可以增加浓稠度，更好更快地活化成酵母溶液。建议埋头现做现吃，200-300克的面粉，5到6个大埋头正好，这样揉起面来也省劲。泡打粉可以不放，但是放了更蓬松是肯定的。碗边的干面粉用面团称下来，粗略和成团之后，虽然看着有点干，但是千万不要去加水。首先做馒头本身加的水量就要比包子面团少，基本上1倍左右，我1倍不会超过 55%， 当然和面粉的吸水性也有关系，但基本都是这个范围。其实你仔细的按压面团，中心其实还是软的，这部分软的面团一会儿这样揉几下就可以把该的面粉给吸收了。所以我们在垫子上揉几下，先把它和成一个粗糙的面团。我以前手揉面都是这样搓长条，双手交替，手掌根揉长，折叠再揉的方式，但真的觉得还蛮吃力的。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小技巧，还挺好用的。60克左右的面剂子可以做出手掌大的馒头。然后取出擀面杖，把每个剂子改开，折叠，重复6次就可以出来水光肌的白馒头。这样其实和压面机的原理是一样的，我觉得超级快手。揉出零气孔白馒头无外乎3种做法。第一，反复揉搓面团，个人觉得是效率最低的，手也很累。第二个，把它分成小剂子，每个揉个80到100下，还可以接受，但是也累。第3种就是用压面机，确实可取，但是不是家家都有，搬来搬去也比较麻烦。这种做法就是模拟小压面机的原理，将面团的气孔压制均匀，6次就可以，你则8次会更加光滑。肉眼可见的光滑感达到之后，就把它折叠成一个小长方形。这里有个小细节，就是折叠一下，用擀面杖像视频这样稍微擀一下，排出里面的空气，防止出来的埋头组织里面有大气孔。最后的小方块4个角落向内收拢，放在虎口收口即可。这个做法特别快，基本上我下班回家和面擀制成团也就10分钟左右，一发30分钟，期间准备其他的菜，蒸10分钟，晚上基本上做好菜就可以吃到刚蒸好的大馒头。底部不光滑完全不要担心，蒸完就看不出来了。表皮要光滑，发酵之前用手收立体一点。整形好的馒头胚子，一发30分钟到1.5倍大。馒头一发的更有嚼劲，包子面团最好2发会更软。冷水上锅，水加了的过程也是在发酵的过程，所以一发的馒头我都喜欢冷水上锅，节省时间。水开上气蒸11分钟，关火焖2-3分钟再开盖哦。拿面点师的标准来检查一下，表皮光滑不回缩，非常有弹性。如果你用的是不锈钢蒸锅，记得盖子包个棉布或者放个叉子在盖子边缘，防止水蒸气滴到埋头表面。这种方法出来的埋头皮有弹性 Q 弹，可以湿着吃。掰开来组织细腻，气孔绵密，柔软又带着一些嚼劲。做馒头最重要的就是面团里面的气孔，它均匀了，经过发酵蒸制，最后出来的埋头的气孔才会均匀，要不然就会有点坑坑洼洼了。
还有就是在家做，一次性做5-6个差不多，要是做多的话，建议用压面机，也可以这样用擀面杖擀，可以把剂子放1拜在冰箱，减缓它的发酵，这样慢慢的擀起来也很快的。再分享一个炸或者煎埋头片少吸油的小技巧，就是把埋头片迅速的过一下水，一定要很快过一下水，然后再来接制，这样对油分的吸收就会大大的减少了。酥酥脆脆的，真的好吃，完全不用炸，就稍微多放一点点的油，把两面煎黄就可以了。下面给大家开个失败案例，没有焖2分钟就揭盖，香鸡当时被蒸汽盖住了，没有抓到埋头表面回缩的那一瞬间，但是最后的埋头就是长这样的。但是里面的组织仍然是好的，就是外面的表皮就没那么美观了。埋头是种食物，偶尔不吃就会想，即便是满满的碳水，但是带给的真的是无尽的满足。赶快有时间做一笼大埋头吧。我是毛毛，记得关注我哦，一起享受美味的乐趣。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。